有请1号男嘉宾。大家好，我叫朱晨，今年29岁，来自河南安阳。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带我未来的女朋友到我家乡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家乡的博物馆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安阳。安阳是8大古都之一，所以它的文化其实是比较浑厚的。我想带我未来的女朋友第一站先去看一下殷墟博物馆。哇！因为这里有出土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司母大方鼎。然后第二站的话，我想带女朋友去我们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文字博物馆的一些奇妙的文字。那第3站呢，我希望带女朋友去我们的安阳博物馆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我的家乡河南安阳。这是个有学问的男嘉宾。甲骨文的，我们来看几个图，看看大家能不能认识。嚯，第2个字是不是牛啊？那牛下面那个就是羊，对不对？羊的右手是猴子吗？哦，鼠牛虎哦，12生肖嘛，对。你这么一说就容易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字的已经产生了。所以我们看到的，你看牛，其实就是有一个尖尖的牛角。对。其实就是古代一些文化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博大一个精深的一个传承。你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女生建议我在说话时有非常多的肢体语言。你手不动，看看能不能说话。你把手搁这儿。是这个可能有一点点难。3号。男嘉宾你好，其实在生活中我也有很多小动作，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场合，我可能就会收敛一下自己。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讲话时动作丰富分场合呢？就是我们在去表达时，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表达时一定要分清我们的场合，可能应该跟我的工作有一些原因，因为我在这工作时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有声语言的表达，跟我们的我看你能不能说表达。这个陈明老师应该知道。在这儿我也想这个来请教一下我们陈明老师，就是你在辩论以及在演讲时，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像刚才孟老师一样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肢体语言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呢？我们从心而动就行。哇，这个回答非常的完美。14号。你好，男嘉宾，我刚刚发现，只要你把手放下去，你讲话就会磕磕绊绊。请问你是像说唱选手一样，就是手不动的话就不能就是表达，是吗？你的手动来动去是为了配合他吗？其实并不是的，我觉得有时候会加大一些肢体语言的表达，可能更清楚的去表达我想说的一些语言，或者是一些想要传达给对方的一些重点的话题。老铁。你好，男嘉宾，我不建议你就是讲话时候动作丰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就是你自信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去加入这些肢体动作。我是这么看的，在一个人表达的时候，一定的肢体语言、表情，会让我们的讲述更加生动、更有趣、更有力量、更有感染力。但是这种肢体语言和表情呢，它应该在一定度之内，它是会给我们的表达增色和加分的。好，来看片子。
曾经面对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我都选择迎难而上。我是朱晨，曾经有2年消防兵的经历。服役期间，无论是化工厂的爆炸灭火，还是洪水中帮助村民救牛，每一次出警，我都选择全力以赴。用2年的青春去完成保家卫国的责任，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消防兵的经历让我对生命更加珍视，也让我对消防安全刻在了自己的骨子里。比如我会在家配备灭火器、灭火毯这样的消防设备。退役后的我选择继续读研，现在是一名高校教师。我喜欢通过幽默风趣的方式将知识传递给我的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我经常鼓舞大家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断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在团体活动中，我很擅长激励大家，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所以学生们都叫我拧绳哥。学生们喜欢和我交流和分享，我也经常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在他们入学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在大学期间至少要完成5个目标，其中1条就是在大学里边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给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生活中的我也是一个自信爱笑的人，因为我拥有一副整齐的牙齿，每次微笑露出牙齿，让我自己更加自信，笑容也更加灿烂。我希望用我自己的自信和微笑，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觉到我的热情和温暖。他笑起来露出那排大白牙的表情，让我想起我很多年以前看的那对海狸鼠先生，然后那个特效嘚儿亮一下那个牙，我们看看也有大白牙笑的。曲梦，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现在每一个人的岁月静好，都是因为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听到男嘉宾您这2年消防兵的这个经历和经验的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那我想让您分享一下，就是在您这2年的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非常珍贵的回忆呀？有。其实在这2年当中，有非常多难忘的回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项就是，我们当时有一场洪水将一个村子给淹没掉了。当时有一对老夫妇，然后在一个房顶上等待我们去救援。2位夫妇不肯跟我们走，是因为当时有20多头牛还没有得到一个救援。我们就想着各种办法，比如这个牛怎么样到皮划艇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困难的。几头牛坐一个皮划艇呢？一个牛只能坐1个皮划艇，20多头牛要用20多条皮划艇。有。但是当时我们只有1个皮划艇。哎呀。然后我们消防已是保着为救人民生命安全为第一的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将2位老夫妇先第一时间救到我们的安全地带，然后慢慢的再将20多头牛一头一头的牵到我们的岸边。你能不能先给我们普及一点生活中用得着的一些消防常识呢？可以，我给大家带来了6样我们的平时家用版的消防小常识。比如像第一个灭火器我们这个灭火器能够起到第一时间的将火扑灭的一个作用。这个其实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安全阀门给打开，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这儿。好，那第2个产品也是我需要去讲一下的，手电筒。当我们在发生火灾时，可能会断电。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在晚上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手电筒打开，去寻找我们的安全逃生出口了。然后第3个呢，消防安全绳但是这个呢，只能够限在于家里边住的比较低的这个家庭然后我们可以把这绳子的一头拴到比较安全固定的地方，然后慢慢的，然后将自己送到一个安全的地带。然后这个灭火毯呢，是出现这个火灾的情况下，可以将这个灭火毯快速的铺到我们这个发生火灾的地方，起到一个阻燃的一个作用。
最常见的错误做法是，不管，然后吓得，然后自己跑出去了。最常见的应该是不管发生什么火都泼水，对，这个比较那油锅里边一浇水，蔓延，对，还有会冒的会有更大的火。这是什么？微波炉用的？那最后一个呢？这个不是微波炉用的，而是当我们烟雾是比较浓烈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将它套到头上，这样的话去隔断我们所谓的空气中的一些危害物质。灭火器其实有进化，你有没有发现比我们印象中灭火器对，小很多。小罐装。对，而且现在这种小型就科学多了，就使用的量也够，而且小朋友都可以拿着使用。使用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把它插销，然后把喷嘴对准火苗按压。哦，陈老师，你是消防大使是吧？哦，好家伙，确实，我是我们武汉市消防安全大使，是2020年2月份开始。你看你的眼神多么警觉。就是，这很荣幸，这确实是个荣幸。所以普及这相关的知识也是义务，也是本分。向我们的陈明老师致敬。那没有，这是向我们的消防员致敬。17号，男嘉宾你好，刚才您普及的这个消防知识，我觉得真的就是很重要，也很有用。因为我之前就是一个特别忽略这些知识的人，然后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我拿一个类似于奶锅那种锅，然后我就想炝锅，然后当时我在切葱花，然后里面那个油就在里面，它就突然就着火了。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果灭火的话，肯定用水啊，我就直接把它扔到了水槽里面，然后那个火着了1米多高，一下子给我吓傻了。我到手上现在已经3年过去了，还有一个疤，当时被烫伤的。就是当时那个火着起来之后，它没有引燃其他的地方，如果引燃了，我觉得这个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这个知识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安全措施。郑琦。男嘉宾你好，因为刚刚在 VCR 中看到你是一位高校老师，而且平时也很喜欢去鼓励你的学生，我就想起来我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的辅导员也是经常鼓励我，他的鼓励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的进步，所以我觉得真的会很喜欢这样的老师。马一凡。男嘉宾你好，在 VCR 里面你给你的学生有5个目标嘛，然后其中的一个目标是在大学谈一场恋爱，我轰轰烈烈的爱。哦，对，轰轰烈烈的恋爱。那么这种轰轰烈烈的恋爱你是怎么认定的，或者是说你认为你的恋爱是要轰轰烈烈的吗？为什么谈恋爱呢？是因为通过这个恋爱让自己去找到自己合适的男生，然后有一个自己心仪的目标去发展。好的，谢谢。看下一条片子。人生有3大错觉，其中一条，他喜欢我，而我的第一段恋爱完美的印证了这一点。那是在大学期间，我暗恋过一个女生，我们一起买车票，一起回家，一起吃饭，一起参加活动，一起准备演讲，一起合作毕业晚会。只要和她在一起，我都有一种和她恋爱的感觉。毕业那天，我鼓起了勇气和她表白，她却告诉我她有男朋友了。她一直只是把我当作同学相处，原来所谓的恋爱感觉都只是我的错觉。虽然没能够在一起，但是我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欢，没有让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第二段恋爱发生在我退伍前的1个月，她来我们部队画墙绘，我们在门口打了一个照面。后来她要到了我的微信，她说见我第一面觉得是她喜欢的类型。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经常给我带来一些好吃的，我也慢慢对她产生了好感。退伍后，我约她见面，主动表白，确定了关系。后来因为人生规划不同，我们选择了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下来，我又后悔了，想去道歉复合。去的时候就买了她最喜欢吃的那个果凉皮，开上车，然后行驶1200公里去衢州找她。但她已经打定主意，无论我如何挽回，她始终没有回心转意。
这几年家里也安排过几次相亲，父母都在场的那种，场面极其尴尬，加上父母的眼光和自己不一样，因此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这次我来到非诚勿扰，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个温柔贤惠、漂亮有气质的女生。你点一个人说。 10号女嘉宾吧。10号人没举手。赵晴。男嘉宾你好，刚才在 VCR 里看到你第2段感情是，分手了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去找他复合。我想了解的是，你当时就既然毅然决然的决定分手了，怎么又找他复合这样？对呀。其实我们2个在一起的时光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是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远，然后有着各自的不同的生活和规划，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分开了。想去找他是因为我们还有感情在里边。那你有想过解决办法吗？比如说你到他的城市，或者让他到你的城市，你们有过，这也是我们后期我去找他，然后跟他说这个事情的原因。好的，了解了。24号。男嘉宾，刚刚你在 VCR 有说到你最近有相亲，还是双方父母带着一起去相亲，所以如果你爸爸妈妈就对你喜欢的这个就是女生就有不同的意见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呢？那我自己应该是遵循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因为毕竟是我要跟未来这个女生度过一生的，所以我会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16号。你好，男嘉宾，我刚刚在 VCR 里看到，就是你要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女生，那但是就有很多女生她很直率，然后她也很性格大大咧咧的。那你这个标准是必须卡在那儿吗？还是就是可以放开这个标准？首先，我刚才说过了，肯定还是按照我的一个目标去寻找。所以，如果跟我的性格如果有非常大的出入的话，那可能不是我喜欢这个理想的对象。这怎么了？这句话？哎，他说什么了？因为他说的就是大多数女生没有温柔贤惠的那个点。这个温柔，它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指标啊。对。怎么就叫温柔了呢？我告诉你，有一些我认识一些女生，只要不扇她大耳光，她都觉得温柔。而且我发现，就是不同的性别理解的这个形容词的尺度是有差别。你看他提到温柔贤惠，然后刚才刘新磊在列举反义词的时候用的是直率。他说我们有很多女生可能不是温柔，我们很直率啊。就是其实，在女生的字典里，温柔跟直率是冲突的，但事实上，直率而温柔的人也有很多。就可能他说的那个跟你们想象的那可能有些差别。对。好，最后一个问题，2号。我特别想问一下男嘉宾，因为我看你第1段感情是在毕业当天告白的，是吗？因为我觉得可能，毕业正好是2个人选择人生规划的时候，可能那段时间又比较忙，然后也会各奔东西。然后呢，第2段感情你也是异地恋，是不是很多时候你不太考虑一些现实的问题，而是可能就是对一个女生有着就是幻想，说她要温柔贤惠怎么样，但是一旦考虑到现实问题的时候，就会遇到矛盾和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会想过，但是当真的是分开的时候，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实际的去解决的话，会面临很多的困难。那就是面临困难，您给出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解决方法就是我想着，要不然去对方的城市生活，或者是女方来我的城市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但是最终没有实现吗？还是因为2个人最后的目标不同，然后所以选择了一个分开。我刚刚在看的时候是那个刘新磊跟他那一轮问题的时候，当时问完说
片中提到了温柔贤惠，你有没有放开一点这个标准？然后他用很委婉的语气表达了一个很坚定的态度，就是这是我的选择，我还是会往这上面靠。说完那句话，我就抬头看了一眼那个24-24，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眼看到这个数字了。然后我想看看以什么样的速度，我说没准得灭一半，我没想到灭了22盏。直接留到2盏，是因为2位有问题，然后迅速就灭完。其实“贤惠”这2个字没有那么吓人。我们当听到说这个女生很贤惠，我们会突然会觉得，哦，她要我隐藏自己、压抑自己，去符合某一种他人的标准。其实本来这2个字也还好，但是可能害怕，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2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何荒子，今年22岁，来自广东广州。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愿意跟我一起探索不同的约会方式吗？你喜欢哪种约会方式？就是跟很多人不同，可能大家认为约会就是看看电影啊、吃吃饭，但是我希望跟我的另一半呢，能够有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约会方式，比如说一起骑着单车啊，然后在整个城市里面绕。对，赵晴。男嘉宾你好，其实我挺赞同你这个想法的。我觉得就是吃饭呀、逛街、看电影，就好像，每一对情侣都是这样的。我更希望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短途的旅行啊什么的，就是给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趣味。对，我觉得就是要找到属于我们2个专属的那种小趣味儿。金阳阳。男嘉宾你好，就是首先我是觉得你这种想法还蛮好的，因为可能一对恋人一直都是吃饭看电影之后，就是会有想要新的约会方式嘛。但是我觉得可能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约会，我觉得还是吃饭看电影比较好，因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熟，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交距离以及方式。金阳阳说的我同意，这个他说的也没毛病，吃饭看电影这种是不出错的。肯定没毛病的。他说的我们尝试点新的呢也挺好，年轻人嘛总要尝试新的。有前提，得熟悉了之后，得确认了关系之后，得看环境看天气。你的第2个问题，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平时穿着比较随意。现在这样就是属于你平常的装束。不，因为我在广州嘛，就可能天气比较热啊，可能穿个背心啊，然后拖鞋啊，就可能这样子比较随意的出门了。他们跟我说，在广州穿人字拖的都是富翁啊，所以我一般穿拖鞋。3号。男嘉宾你好，我平常出门的话，我都穿得非常的夸张，你觉得我们2个这样站在一起会很奇怪吗？你先给我们描述一下夸张到什么程度，我们来帮你大家来评判一下。对呀，就是我现在穿成这样子，然后他们会说我像要去走红毯一样。您今天穿的这个在你看来算不算夸张？我觉得还是挺夸张的。这个会是日常的风格吗？你平时生活中？对，我日常的风格，我很喜欢穿一些旗袍啊这一类的。也就是他出去到小区扔个垃圾都得换上旗袍。
好，来看片子。1，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22是一个刚开始精彩的年纪。100是拼尽100%的努力。无穷大代表着我的无限可能。我是何荒子，现居广州，是一名服装品牌主理人。人生短暂，何妨一试，这是我的人生态度。毕业即创业，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辅料工厂实地考察，设计选料，裁剪打样，熬夜通宵，亲力亲为。这是衣服，是作品，更是我的态度。现在我的品牌步入正轨，生活自在随性，工作的成就，生活的快乐相辅相成。正循环的人生给予我更多乐观能量。出来打球啊？要得。我的社交原则很简单，就是直接，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朋友的邀约都会爽快答应，如果不想去，就会直截了当的拒绝。业余时间我依旧活力满满，运动、聊天、娱乐，释放自己过剩的能量。上午篮球，下午健身，晚上唱歌，每天都能和朋友聊800句天。伯伯，我又想吃辣椒肠了。回忆都有专属的味道，湘潭的味道是外婆做的辣椒炒肉。我记得是有一个暑假，天气特别热，我就吃不下饭，外婆就会做那种盖浇饭一样的，放上很多辣椒炒肉，吃到那个就觉得特别好吃。我小时候是比较瘦的，那个暑假就胖了特别多，一直到现在，辣椒炒肉都还是我唯一的下饭菜。在广州，我跑遍各种湘菜馆，只为找到正宗的带有锅气的辣椒炒肉。回忆有专属味道，恋爱也有专属象征。希望未来可以和你一起设计属于我们的专属服装，把我们眼里的爱情变成具体的模样，让这些爱情信物见证我们的爱情。李恒，男嘉宾你好，刚才看您 VCR 里面讲从小跟外婆一起长大，其实我深有感受。我外婆家里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棵无花果树，当时的时候就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那个无花果都会结出来特别大的无花果实。我外婆当时不给任何人吃，就说最好的一定要留给我。后来多年之后，我外婆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我每路过有卖无花果的地方，我都会停下来，不管说周围的路有多堵。就是现在可能我不太喜欢吃无花果了，但是我回忆的是那个味道，还有回忆的是那段感情。我觉得辣椒炒肉应该对你也是这份寄托。对，因为我从毕业以后就一直待在广州，然后回家的机会的话也比较少，所以如果比如说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可能就会去找到就是当时在外婆家吃辣椒炒肉的那种味道。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寄托吧，也是一种回忆。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寄托和回忆。我小的时候吃奶奶做的饭，我奶奶呢是台州温岭人，后来她离开温岭17岁，再也没有回去过家乡，所以她一直在杭州生活，给我做饭。我小学6年都是跟她生活在一起，她已经离开很久了。然后呢，清明节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去温岭给我奶奶的祖辈上坟，吃那个温岭菜，我突然就吃到一个汤圆，那个汤圆正常的汤圆是圆圆的，但是温岭的汤圆是带个小尾巴的，像蝌蚪一样带个小小的尾巴，所以我一吃到那个汤团，好久没有想起我奶奶了，那一刻真的是热泪盈眶。那片子里边说，男嘉宾有个人生态度叫“人生短暂，何妨一试”，有没有女生有类似的生活态度的？16号。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生活态度，就是知世故而不世故。我觉得，就人活在世上，你要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不能就是那样去对待别人。黄赛赛。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就是18岁很好，28岁也不错，38岁可能更好。只要皱纹不长在心里，我们永远就风华正茂。你们有没有人在过去的
恋爱当中有过类似什么情侣装啊？还有没有什么？1号。男嘉宾你好，其实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比较流行，在男方的衣服上印上女方的照片，在女方的衣服上印上男方的照片，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了之后，你要设计一个我们两个专属的服装，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元素在里面呢？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火的，这一半有一个爱心，然后另一半有个爱心，然后拍照啊，我们两个就靠在一块那种。好的，谢谢。15号。我是那种谈恋爱就必须就2个人所有的东西，只要是头像啊、背景，然后戒指、衣服都必须要有情侣的那种。所以我还挺喜欢男嘉宾说有不同的约会方式，因为好像我跟每一任都会去做这些东西。哦。那有时候可能也是一种标识，就走出去的时候一看。这个哪怕你是一个人出现，身边所有人都明确的知道，哎，名花有主了。看下一条。那位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介绍我们认识，见证我们恋爱，甚至知道我们很多恋爱的细节。我约会迟到了5分钟，我踩着拖鞋和女友吃饭，我忘记给女友带冰激凌。他还介入我们大大小小的矛盾。他居然点了全糖的奶茶，你怎么能给他点全糖的奶茶？宝宝，对不起，我不应该点全糖奶茶的。他居然给我打电话打睡着了，你怎么能跟他打电话的时候睡着啊？宝宝，对不起，我不该睡着。他居然……别说了，我明白了。宝宝，对不起，我……原本双向箭头莫名变成了3方循环，简单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麻烦。我们恋爱半年之后，我女友就去英国了。我当时刚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麻烦朋友介入我们的感情了嘛。但是我女友的态度对我好像又发生了变化。本来每天都会及时回复的信息，变成隔6、7小时才回。偶尔打过去的视频，态度更心不在焉。女友只会用哦哦、哈哈哈、来敷衍。我想关心她的生活，却只换来了没事啊，没什么。我原本并不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但女友的这些行为却让我感到不安。我陷入了思考，觉得可能是相互缺少陪伴。不过没关系，正好趁着假期，我可以飞去英国看她。当我如愿以偿的到了英国，满怀期待的和她见面，可她却没有惊喜，甚至眼神里不带一丝感情。我们最终走向分手，比较可惜吧。我对待这一段感情还蛮认真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嘛。付出感觉被错付了这种感觉。当你付出的太过头的时候，那你的付出可能就是在别人看来又不是那么有价值，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要把控好这个度吧。未来希望可以找到那个提供积极情感反馈的女生，彼此主动分享生活小事，做到适时回应，相互照顾对方的小情绪，一起享受甜蜜恋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我们先来捋一下啊，这个去英国分手的那个女孩，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女生在你们当中非常起劲的那个？哦，对对对，就那个是吧？你是当时是怎么判断这个女孩的热心的？可能就是前女友向他说一些我们两个吵架这个经历，他可能就是不希望我们两个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伤心吧。王子金，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就是觉得这种，如果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只会越搅越乱，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都是你们两个的一些小打小闹。就是明明是别人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还没有管好，为什么要来管我呢？就是我身边是没有这种朋友的，我也不是这种朋友，就是不要去当这个，不要扮演这种角色。对对对。15号。但是我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情感经历中，你前女友的过错会比较大一些，就好像婆媳关系嘛，中间作为调和的那个人，应该互相说两方的好，而不是一有什么不舒服想抱怨的地方就说给另一方听。因为我以前也会这样子，然后就搞得我闺蜜和我男朋友关系很差。
然后后面我就会有选择的把一些很重要、很踩雷点的，我才会告诉我闺蜜，一些小事我就不会去说了。14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是你的前女友主动去找那个女生去抱怨，还是说，那个女生主动来问你们的情况？如果是主动来问的话，你的前女友不会介意吗？更多的是我前女友去跟他抱怨嘛。对，然后那个朋友可能也是好心，但是就是在我看来的话，我会觉得这个过程会比较麻烦。就是如果你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能直接对我说，而是要通过另外一个人来向我转述？然后可能沟通的过程中，这种事情可能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有一个看法啊，我觉得2个人之间谈恋爱会有这第3个人，不管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介入进来，其实都怪不到那第3个人，是你们2个人就允许他进来了，是吗？就还是2个人沟通有问题。我看到是一个比较带有一点点小自卑或者一点点在情感生活中小内向的女友，加上一个傻乎乎的热心闺蜜之间的组合，这种组合其实在生活中还挺常见的。就他对你的所有的不悦，他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开心，他就是个日常吐槽。然后那个热心傻大姐就听信了，就说啊，我要去帮你讨回公道，嘎嘎嘎一顿就输出。然后那个女朋友其实有时候我其实也不是要你跟他说，我就是跟你吐槽一下。但是始终他的核心在于他那一点点小自卑和小敏感，跟你沟通中的小内向，需要你提前的发掘和呵护。生活中我们只要看到类似的事情，无论男生女生对一对情侣的情感生活过于热心，无论他是哪种过于热心，这个人和人相处的边界意识比较淡漠，他不知道什么叫个人情感空间。刚才谁都明白，别人的情感生活少介入。我觉得老师说的很对，就是可能在2个人沟通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要确立好我们发生争吵以后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式。24号。男嘉宾，你觉得你为你的前女友付出太多，然后她不珍惜，这会影响你之后就是不太愿意在感情当中付出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重点不是说我付出太多，而是说就是我付出太多，而你就是没有给我一个积极的反馈。我更希望就是2个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就是你能够看见我的付出，同时你也能够让我在我比较难过的时候安慰我啊，或者说体谅一下我。对。金阳阳。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短片里有看到说，你说你的下一段恋爱是希望跟对方分享生活中的一些小事。然后其实我也有听过一句话叫分享欲是最高级的告白。那你会是在恋爱中比较黏人，希望每天很频繁聊天？就是我觉得分享欲这一件事情的话，它不一定是说需要有多么频繁。而是就是我在生活中，比如说我今天看见一只小猫很可爱，那我可能随手拍下来就发给你了。那我也希望就是女生的话，就是她可能在跟我不在一个城市，或者说我们2个不在一块儿的话，她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比较好玩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那如果你说就是一整天的话，她就是给你发一个早安啊、晚安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敷衍的这种情况。对。好的，明白，就是有分享就可以了，是吗？对对对。最后一个问题，17号。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付出太多不是不被重视，而是有些东西确实就是给太多了，它就会变得廉价。然后你总在付出呢，对方就会习以为常，就觉得这个事情永远都该你来做，这个角色永远都该你来扮演，这是我的一个想法。2个人的相处模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对。我有时候在想，就台上的女生，其实她需要的可能是就是甲和乙2个套餐当中各自的某个部分。比如说他刚才提到男生的分享欲，其实男生分享欲是挺强的，看到生活中好玩的东西都想与之分享，但与此同时就会带来一个及时回复的压力。就是任何时候他都分享的同时，他其实内心有个小期待，那你要回我一下。所以当你在凡事都在分享的同时，女生感受到的是另一面。
所以也想要有自己的空间，所以这个时候难处就出现了。你要怎么处理好这个界限当中的平衡？这有的时候也确实有些难度，有的时候吧，热恋期还好，有的时候它没有那么一致的时候，就会带来一种尴尬。比如说，女孩发一杯牛奶、一碗面条或者一碗馄饨，你会回什么？我可能什么时候能够做给我吃？哎，不也挺好的吗？你不是也挺会的吗？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各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刘宇峰，今年29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神。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在退休之后能够跟对象一起去驾房车去周游世界。我没记错的话，您今年29岁。对，没错。已经在计划退休的事儿了。19号。男嘉宾你好，但我感觉都退休了以后，那都玩不动了。我们平常的话也可以去出国旅游啊，在国内旅游。我是指退休之后，咱们可以放开玩。10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比较喜欢旅游，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旅游的话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希望在婚前跟我的将要结婚的另一半一起出去旅游，因为这样子的话也能参考对方到底合不合适，将来一起走下去。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就是我也认为旅游是考验情感双方最好的方式之一。要及早。早点跟他旅游，就早点知道他合适不合适。对呀。今天牵手的话就可以直接走。哦，你说的是10号对吧？是。谢谢。第二个问题。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在吃饭的时候会拒绝尝试新的菜品。5号。大家好，我叫王丽秀，是哈尔滨人，目前在苏州从事总助的工作。然后呢，来到这儿想找一位就是温柔体贴的男生。男嘉宾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可以接受我尝试新的菜，但是如果我吃了一口我不想吃了，然后你会不会觉得矫情？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尝过之后喜不喜欢是个人的喜好问题，但敢不敢尝试是个人的一个勇气问题。21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假如说新菜式里面包含你的忌口怎么办？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没有忌口。哦，什么都不忌。就是包括香菜、折耳根等等一般比较忌口的一些东西，其实我都是能接受的。哦，那我的忌口有点多呀。那说来我们听听。比如说所有的动物内脏我都不吃。还有肥肉啊，那些葱啊什么的，但是香菜我吃。他不吃的东西能打满A4 纸，打满了一盒。这么厉害吗？能吃的就不多了。绿色植物拿开水烫一下就可以吃了。啊，那很好养。哎。看片子。琴弦颤抖，四弦共鸣。大提琴被称为最接近人类声线的乐器，
我是刘宇峰，用琴声来说说我的故事。工作中，我是热情似火、勇往无前的 D 大调，从事旅游业近10年。2019年辞职创业，成立了自己的旅游公司。4年厚积薄发，目前已有3家分公司，员工20余人，主营定制旅游方向，小众专线游、闺蜜旅拍游、单位团建游应有尽有。2位对旅行有什么需求呢？风景要美，但人不能多；行程要丰富，但不能太累；餐食住宿要好，但预算要低。OK， 没有任何问题，交给我们，我们能搞定。去年，我抓住露营经济风口，在杭州周边开发了一个露营基地。在这里，星空为幕，帐篷为营，约上3、5好友一起吃烧烤、看电影、数星星，享受大隐隐于市的快乐。生活是愉悦、轻松、活泼、欢快的 F 大调。我会利用碎片时间给自己设计专属的娱乐主题。难得休息的夜晚，是我来之不易的电影之夜。哪怕只有1小时的空隙，我也会动动手，享受严丝合缝带来的解压感。喜欢看推理小说，通勤路上、等餐间隙，我都会拿出来翻一翻。学生时代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一部推理小说的创作。善用碎片时间，享受生活本身，让乐趣加倍。对于自己的热爱，我就像底色干净的 C 大调。大提琴是伴随我长大的老友，悠扬的琴声贯穿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时跟大提琴结缘也是非常的机缘巧合。我大提琴老师当时来学校挑人，来到我们班的时候呢，就说让我们把我们班最聪明的小孩挑出来。我们数学老师就把我拎出来了，当时我可是非常骄傲的。但是当真正练琴的时候，别的小孩有的玩的时候，我只能在家里默默的练琴。到了大学以后，因为会一样乐器，非常受女孩子的青睐。所以当时大提琴也是在我的爱情道路上给到了很大的助攻。音乐与人生皆为复调，未来我会继续演奏好我人生的各式曲调，期待你的出现，共奏属于我们的美好乐章。23号。大家好，我叫周文文，来自山东青岛，今年22岁，目前在做音乐督导的工作。我大学的专业是柳琴，你可能没有听说过，就比较冷门。柳琴我知道。然后我们乐队演出的时候会带着大提琴。哇，它叫柳琴啊？好美啊！它跟琵琶的区别是？比琵琶小，然后音域比琵琶高。那你为什么选这个乐器学习？我当时小的时候就看《西游记》，里面琵琶精很好看，我就想学了。琵琶精给了他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周文文说的柳琴，还有哪个女生有各种乐器方面的？5号。我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学的这个古筝。为什么学这个古筝？是因为我从小对这个古装剧有一种情怀。当时第一部这个古装剧，我记得是黄奕的这个《女驸马》，然后她在这个弹琴，我觉得真的好美啊。然后就大学毕业去学了，包括一直也坚持到了现在，也是作为一个爱好。我说实在话，我觉得，特别是工作以后或者不上学之后去学一样乐器，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你不是简单的会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就可以，我觉得你非常有勇气去做这一件事。但是我刚才听你跟5号之间，我觉得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你在杭州，他在苏州，你做旅游，他也做旅游，你是总经理，他是总经理助理。你是来招聘的吗？哎，大提琴给我们展示一下。可以。这个是你大提琴的老师吗？不，这是我。这是大学时期的我。
1/2的他那个。哇，这个真的瘦下来真的帅啊！哦潜力股。那个时候只有140斤。金阳阳，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短片里有看到你说你做旅游也是蛮多年了嘛，那想问一下，那你有没有给我们比较推荐的像这种小众的旅游路线呢？其实蛮多的。如果说像你们女孩子喜欢拍照的话，我比较推荐像西澳大利亚的西里尔湖，那边是周董 MV 里面的粉色海洋里面的取景地啊，非常的漂亮。这就是Perth 那边西澳，对，西澳那边的粉色海洋，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讲的胡萝卜素，就这对，那边拍照非常好看。然后是秘鲁、库斯克，里面都是巴洛克风格的一个建筑。巴洛克建筑里面呢，我们可以穿比较热情的一些颜色，我们拍照出来呢会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对比色在里面啊，会非常好看。再看下一条。音符流淌间，人生乐章已到而立之年。曾经的我不喜欢在恋爱关系中占据主导权，经历了一段你说了算的恋爱。今天我们吃什么呀？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不好？好，这次放假我们去哪玩？都可以啊，我们买哪套情侣装啊？你说了算，都可以的。好。女生是一个对情绪价值要求很高的人，希望能够天天见面。但当时我刚参加工作，还是一个朝9晚5的上班族。为了满足她，每天下班后我都要跨越大半个城市去见她，然后赶着深夜最后一班公车回家。当时跨越大半个杭州去约会确实是挺累的，但当时因为是在热恋期嘛，我觉得宁可自己累一点，也不要去打破这一个平衡，然后爆发一些无所谓的争吵，我觉得这个是不值当的，还是让他说了算吧。恋爱1年后，他向我提出了分手，结束了这段你说了算的爱情。我和上一段恋情的他相识于网络，线上聊了半小时，立马奔现，相约咖啡馆。见面结束后，从餐位到门口10步路的距离，我果断决定向他表白。认识不过几个小时，我就收获了这份爱情。第一次见面就表白，是因为我觉得，时间不是检验真诚感情的唯一标准。如果我喜欢，那么我应该勇敢的去表白。但这段恋情就像一首热烈而又短暂的乐曲。相处半年后，我们因为对520这个日子有不同的理解而大吵一架。我觉得这只是商家营销的噱头，但他却并不这么认为。最终我们分道扬镳。旅行是检验2个人是否合适的最好标准。我希望能和未来的女朋友一起定制我们恋爱旅游计划，我负责应届需求，他负责旅游行程。在旅途中，我们能更好的沟通，能看到和日常生活中不一样的彼此，确定是否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伴侣。你愿意和我共赴这趟爱的旅途吗？18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恋爱中是真的就是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不会给出你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恋爱中我还是比较依赖就是另一半的，我就希望对方就可以询问我的意见，就是我们可以商量着来嘛。首先我解释一下，你说了算这个场景其实是特定我那一位前女友的。那一位前女友呢，可能是原生家庭上面的一些问题，在情感需求上面特别高。那么我在选择面对她或者跟她相处的时候呢，我选择更多的给到她一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我们之后相处的过程中，如果你不希望由你去做这个主导，那么我来主导也是 OK 的。他跟那个女生在一块儿说你说了算，一直重复的你说了算。这个话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我还很同意18号刚才说的有一句话叫商量着来。我觉得谈恋爱当中绝大多数的事情都应该商量着来。那我们来看大屏，有一个网上的帖子，很多人都在看。女生票选最讨厌男朋友说的10句话，排名第1，可以，你说了算。你们觉得讨厌指数第1名的是哪一句？
21号，我最讨厌第9个就是你可以说一句话，但是为什么就会觉得很敷衍？可以用就好一点，对不对？对，会听着舒服。7号。我最讨厌的是第8句，我没什么好说的，他还不如那个第9个呢，或者因为我觉得你都已经明白的告诉我，你都拒绝沟通了，你都跟我没啥好说的了。9呢是敷衍，8是态度，是一个强硬的态度，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也不想敷衍了。对，其实女生可能更关注的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对。他们给我看了之后，我在网上又找了另外一篇男生最讨厌女生说的话。看了这个，哪几句是你们经常说的？贾小丹。谁的电话呀？我说这个问的比较多。哦，16号。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提前就告诉过你了，你怎么还这样？男人很多时候耳朵是关闭的，这一点陈明很在行。这5句话当中，你最讨厌哪一句？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为什么？你最讨厌这句啊，陈明。我吗？我真的觉得都还好。这5句话就算不说，也是女生心里 OS 当中非常常见的5句话，只是有时候她不愿意说出来而已。但是如果只是文字，我们换一种口气说，会不会有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前面加个宝贝，我们试一下。宝贝，我早就跟你说过喽，会不会好一点？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他们是这么说的。男孩跟女生说：“走，我带你去骑摩托好吗？”女孩说：“你就不能加个宝贝吗？”好的，带你去骑我的宝贝摩托好吗？9号。大家好，我叫王欢玲，是一名来自安徽滁州的女孩，现在是定居在合肥，在合肥从事护理这一块的工作。刚刚看那个 VCR 中，你跟那个女网友聊了半小时之后，就是奔现，然后在一起了，是吗？对，是的。其实我不太赞同这种，我觉得2个人就是在谈恋爱过程中，肯定要先彼此了解对方，然后大家都熟悉了之后，才能就是会在一起。谢谢。因为我是觉得不一定时间短就不熟悉，短时间也可以碰出非常好的火花。16号。男嘉宾你好，你那个网恋奔现这个观点就是特别赞同，因为我之前跟我初恋，我们也是网恋奔现，见完面回去我们聊了1晚上，当天下午就在一起了，就跟你这个节奏其实还蛮快的。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直的人，如果喜欢我就会说喜欢，如果不喜欢我也会直接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特别是当时的一个场景是我马上要出境去在境外工作，那么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不说出来，那么时间长了可能感情就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喜欢大声说出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说的什么半个小时就表白了这个话，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去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经典的打动了全世界的那些爱情电影和小说里边，大多都是当天表白的。泰坦尼克号上那个杰克，他们见面没多久就表白，魂断蓝桥当天表白的。所有这些艺术作品都是这样的。当我们沉浸在艺术作品里面的时候，他们的爱情好美，好浪漫。14号。你好，男嘉宾。刚刚听到你比较喜欢尝试新的菜系，又听到你说你的上一任女朋友是这个节奏比较快。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快呢？是多多少少有一些3分钟热度，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是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呢，我当时是在境外工作，可能两地离得比较远，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联系这么方便，这是一方面原因。第二个呢是，就是双方可能在磨合的一些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
放手也许是更好的一些选择。好吧。刚才14号问的问题，你可能没有完全 get 到。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喜欢尝试新菜，然后看到一个网恋的女朋友2个小时可以表白，他会担心你是不是一个爱冒险，不太能够在长期的过程当中去经营感情。他想问的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冒险精神是一方面，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有韧性、比较抗压的人，我其实是比较坚持一些感情的。但是，如果说双方真的不合适，真的放手，我觉得是对女孩子的一种尊重，是她选择的一种尊重。现在年轻人当中也很流行一种上头方式，就 crush 上头，就特指某一瞬间有一个陌生人出现，突然一下就完了，咔咔就头上满了，连跟他的孩子名字都想好了。对，就是那种上头率100%，然后就是只对陌生人就强烈的一见钟情的情感，跟他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奔现之后那种状态很像。然后也一定会有14号心里一些忧虑，就如果多巴胺涌起的速度那么快，那这个退潮的速度是不是同等的？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哈。其实差不多，就是真的对于那些上头快的人，其实他真的下头快。但是要明确一件事情是，在后期爱情的过程当中，多巴胺不是唯一的分泌物。然后2个人之间对感情的这种经营，会有非常丰富的情感细节出现在其中。不是一个如此单线条的情感体验。真实生活其实要比那个瞬间要丰富和多维很多。所以我赞同男嘉宾提到的，虽然上头快，虽然表白快，但后期依然有无数的细节丰富，让它可以蔓延很长的时间。也许在人类历史上没有那么长，但是走个50、60年，把我们这一生平静而幸福的走完，空间是非常大的。够的，所以我们还蛮欣赏你的，挺好的。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周红喜，来自辽宁沈阳，今年39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和你完成一幅画。您的工作是？我的工作是一名银行职工。但是你学的是画画吗？对，大学的专业学的中国画。赵晴。男嘉宾你好，但是我不会画画。我会想，就是说，在你画画的时候给你捣乱，就是也有我的痕迹，但是我是以这种方式去表现的话，你会介意吗？不会，很好。这是你的作品吗？啊，对。而且他的画风和他的衣着是一个风格啊，就是你会觉得稳定、有规则、靠谱。哎，我觉得画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了哦。对，这个右边那幅看起来像是有前女友捣过乱的这个感觉，就是泼了墨。那幅可以随便。李恒。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大学的专业和你是一样的。哦，你也是学画的？对，我大学在长春师范大学，我学的也是美术专业。而且大学4年的时候，我做了4年的美术培训学校。哦，那你看男嘉宾这几幅画和你的水平比一下呢？他左边这张有一点偏美院的风格，然后右边这张就比较偏意象、偏抽象的感觉。哦，从这2幅画其实可以看出来，他的性格当中其实是有2面在的。
一面是比较严谨一点的，然后另外一个感觉他内心当中也会有一些狂热的东西在。非常到位。所以一起画画的话，我很乐意，因为各种画风我都擅长。可以的。那你们现在来画一个。李恒来。哇。画了一个沈阳故宫的一角。哇。这也很大，都是条纹啊。啊，对。哇，好配，哎，好配呀！但是一起画画，或者是我画完了你加一笔，或者我写完了你提个词，就是非常有乐趣。也有情趣啊。那我画完了，他来捣一下乱的话，就也是别有情趣。然后两人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如果他的主体已经画完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要添一笔的话，就很考验对方，然后他是不是能找到合适的形状、结构、色彩，能够描绘出来是相得益彰。所以两个人的水准得相当，不能差太远。是，或者是审美观是要契合的。是。哇哦。有啊。哎呦啊！这两个头自动的拼成了一个桃心状啊。当两个人在共同的做一件事情很专注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这有一点旁逸斜出之美啊。好看，哎，好看呐！来，合作的。我觉得在整个作画当中，男嘉宾还是蛮有心的，因为整个的创作理念都是他以他来做主导，然后他会告诉我在什么位置去加一些什么点缀。还可以啊。好，谢谢李恒。第二个问题，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你应付我。现在男人这么害怕女人应付吗？3号。男嘉宾你好，你指的应付是什么呢？因为我平常如果工作起来的话，我就是一个工作狂。看到你的消息说什么你在吃饭啊，你看到只猫啊什么的，我就好，回个表情包，然后就这样，你觉得呢？你这种方式的话，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所谓的应付我是指的就是比如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你说随便，这种我觉得就是相对敷衍一点。那如果我工作完很累，然后你又问我吃什么，我不想想，我就说哎，看你吧，我都行吧，对吧？总有这种情况啊。对呀。就是不是经常的就可以，偶尔的1次、2次、几次都可以。我不想问3号，如果你每天都白天很忙很辛苦，回家也不想说话，那这时候你希望男生怎么做你会更开心一些？我会希望他不要来打扰我，让我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下。每天那么累，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下去买个早点还要化全妆和换衣服，所以会增加这个累的幅度？关于男朋友回复你的话，你可以知道敷衍到什么程度。那个女孩说：“我到家了，哦，到家了啊，注意安全。”因为说这句话说习惯了。还有没有这样可以分享的？之前在网上我看到一个图片，女生做了一个指甲，然后给男生发了一张照片，说：“你看我新做的指甲怎么样？”然后底下男生回：“好看。”
但是他女朋友只是用了5根薯条挤上了番茄酱，他就会说好看，好敷衍哦。如果你的手机屏幕比较小，像素又不是太高，你虚的没点开看是像。那这个问题就在于男生根本就没点开。对，就但凡点开了就不会这么回，是一个小测试。而且还有就是你们去看，你要谈恋爱的话，看2个人的聊天记录，女生话很多，发很多条，每次都很主动，对方就一个心，是，你就知道他在敷衍你。刚才那个18号说的，他需要有商量。即便是男生非常善于制定某些规划，但是女生说，哎，可以，行，没问题，听你的，让男生有一种对方没有参与感，知道吗？有参与感，我觉得2个人做这个事才有意义。是的。好，看片子。人生不需要用年龄来设限，做自己想做的才是重点。我叫周鸿喜，一名银行经理。我的人生轨迹从来都不被年龄定义。25岁，美术专业的我放下画笔，从零开始学习经济知识，进入了充满挑战的金融行业。30岁，有房有车，可我不愿一直安稳生活在小城市，于是我前往沈阳，重新出发，用1年的时间在这里安了家。35岁，我还走在拼搏的路上，靠自己努力为公司开辟了新市场，置换了新房。39岁，不少人会说这个年纪差不多就行了，而我却希望我的每一天依然能充满活力与生机。很多朋友都说我看起来不像这个年纪的人，但是我觉得心态时刻保持年轻是非常重要的。旅行、拍照、探店，我喜欢策划各种活动，是朋友口中的百事通。我常常活跃在社交媒体，紧跟潮流体验新鲜事，这让我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独居生活更要注重品质，我的家里时刻保持着整洁，每个角落都是我精心设计。我最爱的便是自己改造的落地窗阳台，一桌一饮，一人一茶，阳光洒落，我享受这种惬意的感觉。朋友们还会经常来到我家，来上一顿丰盛的晚餐。红烧鱼是我最拿手的好菜。喜欢计划的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未来有女朋友了，她第一次来沈阳，我都会带她去哪儿？第一站必须去沈阳故宫，在砖瓦红墙下欣赏圣经的美。中街也一定要去逛逛，在繁华人流中体会东北的烟火气。我还想带她去小巷子里品尝最地道的沈阳鸡架，去西塔尝尝最出名的东北烧烤。想去的地方很多，我都整理在了相册里。生活就应该充满了期待，有动力就更能感受到美好。希望能遇到对的他，我们一起去迎接下一个天亮。这个就是沈阳的鸡架是吧？对。熏拌的鸡架，因为沈阳大部分的人就非常喜欢吃这款小吃嘛。它的做法有很多，比如我们经常吃的是烤鸡架，还有辣炒鸡架，还有铁板的压的鸡架。而我今天带来的现场的是熏拌的鸡架，好香啊！对，我们就拿一块儿吧。好香好香 ，Thank you。不错不错不错。台上的东北女孩举手看一看。哇，哎呀，也就4个。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拿了这个鸡架，让我也想到了家乡。然后因为我也是吉林人嘛，我是吉林长春的。那刚才在 VCR 里面呢，你提到了你不给自己的人生去设限，觉得年龄呢不是限制，我非常认可你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也是一个不断的去突破自己、挑战自己，从来不想着自己年纪大了，女孩子就不能做什么。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你想开始都可以。李恒。男嘉宾你好。你好。我觉得人生嘛，就是要敢闯敢搏，走自己没有走过的东西。我当时在大学里算是很安稳了，很多人都羡慕。我从大学里辞职，然后到了杭州这个地方，很多人就不被理解。但是慢慢的，我
一点一点开始去做，然后打拼出来一番事业之后，之前就说你为什么要从大学辞职啊？大学多好，现在就说出来的对，外边你还是适合在外边。所以我觉得年龄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你敢想敢做，哪怕到70岁、80岁的时候，依然可以环游世界。谢谢。我举个例子，我们国家有一个著名的翻译家杨绛先生，钱钟书先生的夫人。对。他精通英语和法语。在他48岁的时候，接到单位的翻译任务，让他翻译一本书，西班牙的一个名著《堂吉诃德》。当时中国市面上已经有英译本和法译本，他看了英文译本，看了法文译本，同一个段落翻译的差别有那么大，他决定我直接翻西班牙文，但是他并不会西班牙文。他在48岁那年开始学西班牙语，学了几年之后，翻译了西班牙的名著70多万字的《堂吉诃德》。几年之后，西班牙国王也看到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了杨绛女士国王那个一个什么十字勋章。所以，当一个女性年近50的时候开始学习一门语言，还能成为那个语言领域里边的专家，所以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孟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挑战自己的计划？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在跟杨绛老师差不多的年纪开始学滑雪，很快就把腿摔断了。你如果接待朋友到沈阳，你会怎么安排他在沈阳的行程呢？是这样，如果有朋友来到沈阳的话呢，首先吃喝玩乐必须全安排。然后我会首先打卡第一站，刚才我也在把那个画了，就是沈阳故宫。对对对，因为沈阳故宫是皇太极和努尔哈赤共同建造的这么一个宫殿，里边融合的是蒙古族、汉族还有满族的一些建筑文化，非常值得一去的。还有就是叫沈阳的中街。这幅照片的话，这是我个人收藏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有很多的情侣会去这个公园时代公园去打卡。我听说东北人都必须安排你洗澡。对，洗浴文化，尤其是东北沈阳的洗浴文化，确实非常非常的好。洗个澡6小时起步。如果你们有男朋友到你们的城市，你们愿意带他们去分享一些什么？胡文倩，我应该就带他去那个上清寺和两路口那边，因为我高中就在那边读的，然后那边有很多那种冻死火锅，特别夏天就在里面不吹空调，就吃火锅也非常的凉快。然后去中山四路走一走，琵琶山公园离那儿很近吧？啊，对对对，然后风景现在也很好，就修得也很漂亮。谢谢。2号。男嘉宾你好，我家乡在扬州，然后可以带你去扬州修脚。哦，你带人到扬州去，都不带他去吃点扬州菜吗？对呀。我觉得是从早到晚，早上一定要吃早茶，吃包子，然后吃那个干丝，然后中午的时候来一桌满满的那种就是淮扬菜，然后晚上再去修脚，再去修脚。他怎么说都忘不了修脚。沈阳洗澡，扬州修脚，感觉是一套餐那个。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以前也谈过一个年龄比我大的男生，你知道咱俩差了多少吗？不敢算。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沉稳的人，我又是一个比较咋咋呼呼的人，你怎么看待呢？其实，我生活当中，也非常的，你就可以直接说我不嫌你小。对，我不嫌你小，哎，就完了。看下一条。
曾经的我认为，感情中为对方考虑一定是第一位的。第一段感情，我们都是大学里的学生干部，校园的各种活动，我们是最佳拍档。他的井井有条和冰雪聪明深深吸引了我。毕业后，我们留在了同一个城市。他对我说：“我们有缘，要不然我们在一起吧。”就这样，相识4年的我们确定了关系。后来，他获得了一次教师考编的机会，但工作地点不在我们的城市。他有来和我商量。当时觉得吧，就是人不能太自私，人生遇到一个好的机会非常的难得，然后这一块我也是比较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最终，他离开了这座城市，而我还留在了原地。虽然已经做好了面对异地的准备，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没有能熬过半年。朋友都说我比较傻，但是我觉得为对方考虑会更重要一些吧。另外一段感情出现在我的事业上升期。我们是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的，她是伴娘，我是伴郎。她比我小8岁，是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她会在我生日时专程从另一个城市飞来陪我，我能感受她非常爱我。但是这份浓烈的爱却给我很大的压力。当时觉得女孩非常的喜欢我，但我当时自己身上的负担也比较大。既然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我就让他去追求他更好的生活，所以说我选择提出了分手。回想这段感情，我觉得我顾虑的可能过多了。或许他已经很幸福了，只是我自己过于精神内耗了。可能有人会说，我这个年纪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但是我觉得爱情就应该宁缺毋滥，我愿一直等下去。那个命中注定的他，会是你吗？哎，哇！哇，爆灯了！Good。来，李恒。男嘉宾刚上场的时候，就是他的侧颜其实是有打到我的。谢谢。然后包括刚才我们一起在作画的时候，两个人头自动的拼成了一个桃心状。磕到了，磕到了。后来我就在想，不要在自己的舒适圈待太久，也要去走出来。所以说，今天我勇敢的迈出了这一步，向你走近了一步，向你走近了一步。谢谢谢谢。有你在天晴，你是最远的风铃，骑着单车沿途的我和你，踩着夕阳的花园，喜欢的风景。一个39，一个35，两个人都学画。对，闲下来一起画画。15号。我想问一下，你接下来对于感情的规划来说，你会更倾向于找一个年龄跟你差不多的，还是就是年龄悬殊比较大的？这一块儿我没有设定年龄，我觉得只要你的思维方式还有考虑问题相对要成熟一点点就好了。对。好的。19号。男嘉宾你好。你好。你的微信里边说你会因为一段感情精神内耗，你是怎么去处理这种精神内耗呢？自我疏导吧，就是劝自己。那你觉得精神内耗它是主要来源于什么？生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对，这些。好，谢谢。
郑琦，男嘉宾你好，关于这个精神内耗，我是觉得说，我以前会很容易这样子，就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自己一直会去想说，可能是我的问题，可能自己背地里偷偷哭还是怎么样。但最后，当我去跟他解决这件事情，跟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你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主动跟对方提出问题吗？就不是自我疏导。对呀。会及时的沟通，因为原来不是特别的懂嘛，然后也比较年轻，然后共同去解决这件事情。哦。最后一个问题，7号。男嘉宾你好，你好。因为在 VCR 里面，你前面2段感情其实都是你自己来主动去放弃的。那我想了解一下，现在还有什么会让你去选择在感情中去放弃呢？现在目前这个年纪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阻碍我的事情。如果又遇到了之前有异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对方想让你去他的城市去生活和工作，这样对于你来说能够接受吗？我能接受，或者说有合适的机会的话，肯定一定会去的。好。现在留灯的是22号、3号、7号、16号。上去灭掉2盏灯回来。别灭我了！有请3号、22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看大屏。智推，周鸿喜的智推女生是也已经在台上了。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智推，周鸿喜的智推女生是也已经在台上了。是22号李恒。哇！人生不完美，被你去体会，用时间熬出幸福的滋味。男生阳光有活力，温柔浪漫，渴望被关注和认可，有很强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在意干净整洁，对待感情炙热专一。女生性格活泼俏皮，开朗健谈，温暖热情，追求体面有范儿的精致感，感情中慢热慎重，更看重感觉和男生的品格。2个人都在意生活质量，交往中男生要展示诚意和细心陪伴的那一面，让女生对未来更有信心，供2人参考。谢谢。画一棵树，让你安稳的依偎。因为我们是要白头到老。来看女生的基本资料，李恒，理想中的她，煮酒论英雄，成就感，你选一个。煮酒论英雄。邯郸是一座等你4000年的城市，也是一座你不努力喝酒就没朋友的城市。希望另一半的酒量好，酒品好。全中，全中。哎呀。吴文倩，工作中的我喜欢这样的我吗？理想的他。第2个。这是我的第1个爱好，拉丁舞。虽然小时候考过钢琴8级就没有再往下考了，不过现在这也变成了我的终身爱好之一。
在澳洲留学的经历也让我拥有了更多的兴趣爱好。在学校组织的一次葡萄酒研学旅行当中，我接触到了品酒。在这之后，我也考取了 WSET 最高等级。我也非常享受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跳伞、滑水、滑翔。你喜欢这样的我吗？王莹一，小太阳、星空、斜杠青年。3斜杠青年。拓展副业，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在线上开设自己的小店铺，周末兼职舞蹈老师，让生活多姿多彩，热爱工作，热爱生活。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你们最珍贵的回忆是什么？3号。应该是在我去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有去兼职的，然后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那种校园的美好。谢谢。应该是小时候住在我外婆家里，下了课之后就和那个小伙伴跑回家，然后吃我外婆做的饭。然后现在我外婆已经去世了，所以现在成为我最珍贵的一段回忆。谢谢谢谢。李恒。是在我上高中考大学的那个阶段。当时因为有晚自习，中间时间会很短。我为了节约时间，我在教室里吃用凉水泡的泡面。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以后一定不要这样去吃饭。所以在我后来工作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之后，我能想到这个瞬间，我就觉得这样的苦我都能吃下去，还有什么我走不下去？谢谢谢谢。给李恒一点时间。男嘉宾你好。你好。就像我刚才为你爆灯一样，我是第一次站在这个位置，因为我在录节目的话，应该时间也很长了。为什么从来没有站在过这个位置？是因为我一直想把最好的留给我最想给的那个人。大家好，我叫李恒，现在在杭州一家公司任职运营总监。我很喜欢这款弟弟类型的。如果我再小6岁的话，我今天一定会爆灯。距离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心与心的距离。我叫周鸿喜，大学的专业学的中国画。磕到了，磕到了！今天我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向你走近了一步。之所以爆灯，谢谢，谢谢。是因为我发现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契合点，比如说你喜欢画画，我又同样是美术专业毕业的。比如说你喜欢特别整洁的房间，我的房间也是一尘不染。比如说你喜欢喝茶，我是从来不喝奶茶和碳酸饮料的人，我只喝茶。接触下来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共通点，所以为你爆灯，为你爆灯。谢谢谢谢谢谢。有你在天际，你是海洋的光影，骑着单车沿途为你爆灯，和你踩着夕阳的倒影，喜欢的风景有你在天际，用你渴望全是你。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这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直接走过去吗？终于等到你，然后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